想聊一聊5号。要聊5号，就不得不提顾香兰。上本有很多肖战饰演的5号病人的戏份，在上本也发生了很多引人发笑的故事。通过肖战精彩的演绎，逗得观众时常情不自禁哈哈大笑。可是到了下本，整个故事的基调便急转直下。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去诉说顾香兰的生平事迹，有很多人到了下本直呼无聊，不想看。其实不尽然，读懂顾香兰，也就理解了5号。5号和顾香兰有共通性、相似性。世事无常，他们都很无奈。无论是5号生病，或是顾香兰被迫跟随伯爵去法国，他们都是身不由己，但又无可奈何。而5号点蜡烛说故事的这个习惯传承于顾香兰。他们都是被世道抛弃的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随伯爵去法国以后，顾香兰曾经过一段奢华无度的生活。后来伯爵在一次意外中身亡，留下的大笔遗产也不知所踪。人走茶凉，从万人追捧的富家太太，到在法国马路边上靠打扫马路为生的清洁工，顾香兰从养尊处优到不得已自己在法国街头讨生活，好像只是一瞬间的事。5号曾经对生活那样热爱，充满激情。但是就是从儿子重病，他和妻子带着儿子求医无果，屡屡碰壁开始，他就被医生敷衍，一直到他自己的病情加重，住进医院。至始至终没有一个医生愿意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，告诉他的病情的真实情况。在人世间彷徨，某种程度上5号也是这社会的一颗弃子。原本工作待遇不错的他，因为生病，也为了探寻一个时代的真相四处辗转。原本平稳的生活轨迹被打乱。他们是那么拼命地想融入这个世界，却好像一直游走在这个世界的边缘。他们都曾拥有2段让人刻骨铭心的感情，最后都是无疾而终。他们的恋人都或多或少有外国血统。他们都去见过那片湖泊，神秘的湖泊，直视它，它能剖析一个人的内心，直探内心深处，让人看到自己最不想面对的人或事。他们都听说过认识自己，也都在努力认识自己。他们都在梦中找寻自由、解脱。最开始他们都没有得到救赎，最后却都有一种大彻大悟的洒脱，离开了这荒诞戏剧的人世，也逃离这无休止的梦境。如梦之梦是一场大梦，是关于情，关于爱，关于自我认知，关于在痛苦中得到解救的梦。能救你的人只有自己，做决定的是你自己。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无论走向什么样的结局，别人的干涉都是次要的。帮助、爱恋或是亏欠，这些东西或是锦上添花，或是雪上加霜，那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。最后让我们看破尘世，得到救赎的是自己。顾香兰曾在临终前告诉5号，一切都是透明的。是的，一切都是透明的。人走过后，还剩下什么？还能剩下什么？不过都是一场空，只是我们太过看重一些东西，反而参不透这世间的熙熙攘攘，深陷其中不得逃脱。可一旦清醒，放下一切，放过自己，往昔执迷的种种情、爱、贪嗔爱恨、欲，都是一场水月镜花。所有的人都在一场梦中，造梦的人是你，也是我。梦造出来了，互相影响，互为因果。今日我经历的一切，来日可能也成为你命运当中无法躲避的一环。顾香兰住过的公寓后来被江红租用，在那里5号和江红展开了一段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。顾香兰看过的风景，经受过的梦魇，也成为了5号的心魔。直面湖心，
人们都会被曾经的记忆驱使，好的、坏的、快乐的、不堪回首的，都会直戳戳暴露在人们面前，鲜血淋漓，不让人逃避。顾香兰如是，5号亦如是。看完下本，再倒回去回想上本，斗胆揣测以5号和顾香兰的吻作为结束点的原因。顾香兰是因，5号承接了他的果。风韵犹存时期的顾香兰和在旅途中苦苦寻觅答案的5号不属于一个时代，不在一个时代的人却相遇，这是作者的巧思。顾香兰的心结是5号解开的，因为5号的执着让他打开了心扉，回忆了往事，梳理了记忆，最后放过了自己。而5号一边忍受疾病的折磨，一边背负着发生在顾香兰身上那个久远而动人的故事。他在顾香兰的记忆里看到了自己，在顾香兰得到解脱的刹那，明白了一种新的活法。肉体的腐化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，那些残存的记忆会通过这种口述的方式，在口述者离开之后被倾听者携带着，以另外的方式保存和流传下去。5号他既是口述者，也是倾听者。他在顾香兰身上看到了生命消亡后新的意义，最终不再害怕离开。或许他从来都不害怕离开，他只是不想就这么孤独的，没有一个人在身边的，寂寞的死去。可当身边有了那个愿意听他说故事的人，他的故事就有了传承者，而他也不再孤独。比起肉体上的陪伴，精神上得到理解更为重要。尤其像5号这样反反复复发烧却得不到缓解的罕见病患者而言，死生早已被他看穿。他不怕肉体消亡，他怕的是没有人记得他曾在这个世上存在过。只要有人记得他的故事，经年累月后，再有后来人提起，他依然不过是那个普普通通的5号病人。可这一次，5号不再只是冰冷的数字代码，它代表着一个人，一个很久以前出现过、存在过、爱过、笑过、疯狂过、洒脱过、悲伤过，都还努力生活着的人。他有了姓名，5号这个代码让他有机会永远的活下去。接下来我们谈一谈肖战5号病人的一些苏感。哄太太的时候学猪叫，非常响亮的3声嘿嘿嘿，让人忍俊不禁。和太太初识时被太太强行塞了电影票和烤玉米时一脸懵，配上肖战那张帅得惨绝人寰的脸，5号简直是绝世猛圈小可爱。一边语调缱绻地说看向爱人，一边撑着下巴温柔深情地看向江红。那一眼让人觉得眼前的江红就是他的全世界。和江红抵达城堡后，他们2个人被误以为是日本来的艺术家。懂得随机应变的5号立马狂飙日语，仔细听，他的日语混着一股浓浓的中国味。5号懂日语，但会的不多，只会阿里嘎多、乌里哇啦类似的这些。到了法国，因为语言不通，河内的人完全是鸡同鸭讲，无法交流。当5号不知道怎么接话的时候，就对着别人一边深鞠躬，一边用很滑稽的口吻说非常感谢。爬江红的公寓，江红家在7楼。那个时候的5号已经生病了，爬一会就大汗淋漓。有一次江红骗他说自己牛奶没拿，让他下楼去帮他拿。他提着笨重的行李，一边累得大喘气，一边无奈地原路返回。走到一半，听见江红大笑，说自己是骗他的。5号听完，默默在心里生闷气，说了句无聊。江红的公寓很小，只勉强够一个人落脚。5号进了房间，累得直接躺下。江红不乐意他一个人独霸整张床，就将他从床上拽起，先和他背对背地靠坐在一起，然后为了公平起见，5号提议1周7天，一人有3天先休息的时间。
江红问：“那星期天呢？”5号回答得不假思索：“一起睡。”江红又问：“今天是星期几？”5号说是星期天。于是两人就这么名正言顺地拥吻在了一块。和江红在城堡徘徊的那段时日，5号称呼江红夫人，他会抱她，会爱怜地摸她的头发。他们没有结婚，但却是甜蜜的一对恋人。通过肖战的演绎，5号被浑然天成赋予了一种人夫气质，很迷人。被城堡里的人误以为和江红是收集武器进行文艺创作的艺术家以后，有一天有人为5号和江红送去了一杆枪，说是作为礼物送给他们，吓得5号话都说不利索了，但面上又要努力维持日本艺术家的身份，于是5号大喊了2声大咩大咩，配着惊讶的表情。这里的5号特别可爱，让人心里软乎乎。